Hello， 各位股东，大家好，我是徐亚军。今天是我们一期服装新闻。为了让大家日常可以更具体的了解服装圈发生的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为此呢，我们花了重金打造全中国、全宇宙最强的一档服装资讯视频。我们直切主题，喜欢汉服小姐姐们的注意了，近日呢，一个汉服品牌13余，也就是我们 B 站的一个 UP 主小豆蔻，他的个人品牌，他们近日呢是完成了 A 轮融资，由振兴股和 B 站爸爸联合领投，还有泡泡玛特跟投，所以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背后有很多个牛逼的爸爸们。13余的年收入呢，去年呢据说已经突破了3亿大关。在前几年呢，穿汉服出街呢，可能还被当做这种奇装异服那现在在中国 UP 主他们的努力下，所有的小姐姐们呢，也可以大胆的将汉服带入到日常生活。那汉服呢，承载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汉服品牌的兴起呢，背后呢也体现了我们年轻人对中国元素的喜爱以及民族的自信，非常好。当然了，这种国风文化呢，还有非常大的这个可提升的空间。汉服行业呢，现在目前呢还是比较缺乏这种规划的标准，产品呢同质化也很严重，以及呢制作周期非常长，据说都可以等半年工期。当然了，它这个工艺复杂设计成本高商业模式不成熟这些问题呢，对品牌来讲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来进行改变。资本的注入呢，也会使得这个汉服文化呢有一个良性的发展。来，我们弹幕互动一下你们喜欢13余的汉服吗？您觉得他们会不会接下来火了会涨价？好，第二个新闻最近呢，唯品会和得物因为真假 GUCCI 腰带杠上了，因为假货的风波又把唯品会呢推上了风口浪尖。那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们最近的股价蒸发了800亿，简称一条腰带引发的血案。H&M 和耐克呢，最近品牌的花轿很多年轻人都开始主动穿起来了我们的中国李宁，这是国货品牌。跑鞋圈呢也开始闻风而动投机者是兴风作浪，大家都觉得我们要开始炒国产鞋，投李宁，搞得最近李宁被骂惨了。那鉴于敌人的敌人呢就是朋友的逻辑，你只要骂李宁我们就是可以手牵手。我们一个小大 UP 主呢，我们无形中呢跟着被风评受害。我们看到一双韦德之道现在高达49999元不打折。不过话说回来你看耐克、阿迪，那每年的鞋也是炒到什么几万、几十万的都有，也没人说啥。所以说还是国外的月亮圆我们弹幕一下新疆棉事件这个以后呢，我就想问大家摸着良心说你们还会买阿迪、耐克吗？那最近呢，又有一个事情日本的潮流教父藤原浩，也就是陈冠希的潮流教父他本人呢最近在微博上打假，说呢中国有个公司在天猫上开了一个旗舰店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他开的，是一个假的仿冒的。天猫不是需要严格审查吗？怎么可以随便开一个假店呢？这个就很像迈克尔乔丹本人来中国打官司告国产品牌乔丹竟然输了。别这样，为了我们支持我们的国产潮流品牌，我们做了一个国潮的集合店我们只做中国风的国潮。那大家有兴趣的呢，可以去我们的天猫店看一看。我们恰巧也开的是天猫店。那近日呢，大名鼎鼎的奢侈品牌鄂威驴牌2021年呢发布了秋冬的新品一款飞机包，对不起，是说售价3.9万美元，到了约合人民币25万。相比一般人都在关心这个价格，但作为我这个世界500强的 CEO， 那我呢就比较关心这个包到底能装啥？装逼最近呢，又有一个新闻非常狗血，安踏会放弃安踏吗？据说呢，坊间传闻安踏呢有可能抛弃自己的安踏，专心发展飞乐。飞乐呢是安踏收购的一个国外品牌。2020年的财报呢，安踏的营收是157亿，但是飞乐则卖了174亿。那个飞乐比安踏足足多了20亿。那可能大家对这个100多亿没什么概念这么讲吧，2020年呢，拉尔贝亏了13个亿，美邦呢亏了是8个亿，所以呢，这个安踏的烦恼幸福的烦恼。那4月份呢，基本上是各大服装品牌他们的财报都出来了。那比如另一个品牌太平鸟他们依托呢突出的电商渠道使得线上零售呢快速增长，据说现在每天可以卖800万。2020年的营收呢是90亿。另外呢，我们看到波司登去年也是赚了120亿那说完好消息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更好的消息我们民族的敌人H&M 业绩呢大跌也就亏了呢不到10个亿人民币吧，可以多亏一点是吧？那自从呢 H&M 呢发出那个新疆棉那份呢冷漠无知、居高临下的那个声明之后呢，那这家企业呢在中国呢已经死了，接下来呢都是葬礼时间。来，我们大家排好队，再张志的发表一下你的悼念词。
那一个国内消息，我们的阿里巴巴啊，马爸爸因为2选1的垄断行为呢，被最近罚了182亿。从这个金额来看呢，它这刷新了我们的中国反垄断法的这个记录。之前呢，我们国家呢罚了一个美国公司高通罚了60亿。放眼国际，那它也是投到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一呢是之前欧盟啊罚了谷歌罚了188亿啊。这100多亿呢，对于马爸爸来讲9牛1毛，比人家19年就赚了4400多亿。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当然呢，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呢，也不是为了要搞死阿里，那只是呢要给他一个教训，不要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好吗？要合法合规的去竞争。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新闻联播，下期再见，希望给我们个一键3连。